他用一双充满温情的眼睛停留在一个风韵的夫人身上。这是男孩第一次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接触这个上流社会的市长夫人，然而出身卑微的他，竟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市长夫人路易斯之间产生了暧昧关系。他叫于连，出身于木工家庭，虽然身份极其低微，却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。他向往着两个选择，一是成为身穿红色战衣的军官，或是万众敬仰的神父。于连天赋异禀，精通拉丁文，在短短1个月内便能背诵整部圣经。当市长大人听说城内竟有如此聪慧之人，便亲自上门拜访，希望聘请于连担任妻子的家庭教师。于是男孩欣然地答应了，但他提出一个要求，他珍视自己的尊严胜过一切。初见市长的妻子雷纳尔夫人，于连身着朴素，面容间流露出优雅与忧郁。相比之下，路易斯则衣着华丽，气质高贵，完全看不出年届40之龄的岁月痕迹。鉴于男孩如此年轻，他不禁对于连的拉丁文能力产生怀疑。您真的懂拉丁语吗？这句话让于连感到尊严受辱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市长突然推门而进。作为上层高贵人士，他警告于连以后不得与父母和兄长见面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卑微，甚至让于连在空闲时与家仆一同制作衣物。于连感到自己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，但为了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，他选择了隐忍。当然，他的才华无人能及。当他专注于辅导市长儿子功课时，那迷人的气质甚至让家仆艾丽莎也对他一见钟情。随后在一次盛大的市长宴会上，年轻的家庭教师也被邀请入座，市长和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，政坛风云。而于连突然被问及对社会现状的看法，他毫不畏惧地表示，我们的社会固然有贵族和平民之分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平民的思想比贵族还要清醒。接下来又有人试探性地问他如何评价拿破仑，而在那个文化敏感的时代，拿破仑是一个禁忌话题。于连心知肚明，却只能违心地说拿破仑是个刽子手，他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欧洲，却在战场上害死了数万无辜的战士。可事实上，拿破仑一直是他的偶像，他渴望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英雄，但此时此刻他必须这样违心地说。于连心情有些烦躁，想走到院子里透透气，可就在这时，他意外地撞见了2个翻墙进来的哥哥。看到于连穿着如此华丽，两人怒火中烧，不由分说地将他打了一顿。而市长夫人听到动静，心疼地赶紧上前搀扶起于连，就连旁边的友人看到路易斯如此关怀男孩，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。夫人对这位年轻人颇有好感，虽然身为家庭教师，但待遇微薄的只有2件衬衣，女人心中不禁泛起涟漪。她主动想要给于连一些资金，让他去买些衣服，然而于连却拒绝了她的好意。他的坚持和自尊让夫人更加钦佩这位年轻人。夜晚，家仆艾丽莎在伺候夫人时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连的喜欢。此时，夫人听到这些话也恍然若失，因为她上一次有这样心动的感觉已经是20年前了。自从嫁给市长后，她的生活便只剩下了金钱和权力，在丈夫的眼中，她只是一个出席高贵场合的附庸，早已没有了实质的爱情。就这样，艾丽莎的心在于连身上日渐沉沦。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男孩表白，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，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她感到无比失落，甚至想寻求夫人来帮助说媒。夫人微笑着答应了她，然而于连却对这样的提议嗤之以鼻。他有自己的野心和梦想，他渴望进入上流社会，怎么会娶一个卑微的女仆呢？而于连的拒绝反倒让夫人感到有些窃喜，似乎看着年轻英俊的于连重新找回了自己曾经失去的方向。然而就在一天夜晚的聊天中，于连竟然趁路易斯的表姐不注意，大胆地抓住了夫人的手。这是一种极其超出道德范畴的行为，如果被人发现，他将会面临枪毙的危险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夫人并没有对此表示拒绝。于连的欲望和虚荣心在夫人的默许下日渐膨胀，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追求女人，而是将这场关系看作是一场关于命运的战役。为了征服高高在上的市长夫人，于连使出了欲擒故纵的狠招。他请了2天的假，专门为了吊起夫人的胃口。在朋友家里，他不停地炫耀自己的成就和魅力。我抓住了他的手，他没有再抽回去，我就这样紧紧地抓着。真的，他真的没有再躲闪。在年轻人的眼里，这场追求不仅关乎个人的感情，更是一场关乎命运的较量。同时，他也想借此机会报复那些侮辱他偶像拿破仑的权贵们。他认为拿破仑不是刽子手，而是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。不出所料，欲擒故纵的效果奏效了。于连刚返回市长家里，夫人就魂不守舍地等待着他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于连的思念和渴望，已经完全被他所俘虏。而于连也深知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，他将继续努力，发起猛烈攻势。终于在这个夜晚，于连鼓起勇气潜入了路易斯的房间。然而夫人早已浓妆打扮等候多时，于连胆怯地慢慢靠近他，内心深处的征服意志让他忘却了随之而来的恐惧。而夫人的情感在于连的攻势下瞬间崩溃，于是2人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从此，路易斯彻底爱上了这个穷小子。为了让于连有更好的前途，夫人决定把他安排到迎接国王的仪仗队。而场下的2个乡下哥哥恰巧看到了弟弟这般戎装打扮，内心难免滋生嫉妒和憎恨。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木匠之子竟然能在达官显贵
贵之间混迹，就连颇有声望的神父也对夫人的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。然而，路易斯坚信于连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品格，不同于其他人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自从那个夜晚之后，夫人的儿子突然生病了，他深感内疚，认为是自己的不忠行为引怒了上帝。为了拯救儿子的生命，她想过向丈夫坦白一切，祈求上帝的宽恕。但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她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。你为什么不是他的父亲？那样我们相爱就不会成为罪孽。经过几天的等待，儿子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的迹象。于连和夫人借此机会更加大胆地继续他们的秘密恋情。然而危险正在悄然逼近。市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中指控他的家庭教师与他的妻子有染。市长愤怒不已，想要立刻处死于连，但他也深知，如果这桩丑事曝光，将可能影响他的连任，尤其是担心竞争对手会利用此事对付他。实际上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正是家仆艾丽莎。她因为得不到于连的爱而心生嫉妒，决定毁掉这段关系。得知事情即将败露，夫人急忙找到于连商议对策。她提议让于连模仿信上的字迹，再写一封匿名信，内容是警告市长他的妻子与人有私情。这样一来，市长就会怀疑举报妻子的信是竞争对手所写，从而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同时，市长无法容忍于连继续留在家中。夫人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于连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教士，于是她建议丈夫给于连一笔薪酬，让他能够无声无息地离开这座城市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于连一走，谣言自然就会平息。市长听了夫人的建议，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既能保住自己的声誉，又能消除这个隐患。他对夫人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。同时，路易斯也感叹，两人一直这样隐藏下去，很难不被人发现。即便内心充满不舍之情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送走了于连。于是，在夫人的帮助下，于连顺利进入了神学院学习。他虽然身为木匠之子，但骨子里的骄傲和聪慧很快引起了神父的注意。神父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潜力，并决定好好培养他。然而，神学院的生活并没有像于连预期的那样，他很快发现这里充满了虚伪和谄媚，每个人都说着冠冕堂皇的话，却做着不真诚的事。这与他曾经的向往大相径庭，让他感到厌倦和失望。就在于连感到迷茫的时候，巴黎的一个神父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，成为了拉法尔侯爵的秘书。这是巴黎最大的贵族家庭，对于连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虽然于连留在了侯爵府，但巨大的身份差异很快让他感到难堪。就在夜晚的贵族宴会上，他被众人忽视和冷落，仿佛是一个不存在的透明人，甚至连侯爵的千金玛蒂尔德小姐都没有正眼看过他，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于连倍感屈辱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玛蒂尔德小姐对于连其实是有兴趣的。他以往接触的追求者都是名门子弟，但他们懒惰自私，玩世不恭，而于连则聪明热情，富有好奇心。当于连独自在书房时，玛蒂尔德小姐主动凑过来搭话，他们聊起了拿破仑。这个话题立刻激发了于连的热情，因为拿破仑统治时期普通人民的地位与现在截然不同。然而玛蒂尔德小姐却持有不同的观点，她认为正是拿破仑的统治将人们带入了水深火热的大革命之路，从而促使成千上万的士兵为自己卖命。听到这些话，于连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玩火。他深知自己与这个贵族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，而玛蒂尔德继续警告他，如果这些话被他的父亲听到，他将会立刻失去生命。第二天，当于连看到玛蒂尔德和侯爵在交谈时，他紧张地认为自己死定了。然而他意外地发现，侯爵之所以大发雷霆，却是因为其他事情，而玛蒂尔德只是告诉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爽约了。这次经历也让于连深刻意识到，这个贵族家的小姐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单纯。在几天后的一场舞会上，女孩娇艳欲滴，散发着迷人的气息，吸引了很多男孩子的目光。可唯独于连对她不感兴趣。玛蒂尔德感受到了冷漠，于是主动找于连搭话，希望能够解开心中的谜团。可即便如此，于连依然对他淡淡回应，表现得没有任何热情。然而对方的冷漠并没有让玛蒂尔德退缩，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。于是他决定第二天跟踪于连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原来于连出门是为了来到公墓，专门祭拜拿破仑的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便聊了起来。玛蒂尔德说他的祖先拉法尔和玛格王后的爱情故事，虽然他们身份过于悬殊，但彼此却真心相爱。即便最后拉法尔被处于极刑，可玛蒂尔德依然很羡慕这样的爱情。趁着两人独处的机会，女孩假装被绊倒，于连借此牵住了对方的手。这可是巴黎最大贵族千金的手，对男孩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。而玛蒂尔德也被于连的大胆所震惊，往往那些深刻而难忘的爱情都是因勇敢而熠熠生辉的。然而玛蒂尔德的性格变幻莫测，时而热情，时而冷漠，让于连感到苦恼。不理他的时候，他会主动找于连；当于连想更大胆的时候，
候他又会转身离开。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于连感到无法捉摸。为了应对马蒂尔德的变化莫测，男孩只能再次使出欲擒故纵的战术。当侯爵府决定派人前往英国出差时，于连毫不犹豫地选择跟随。这一去便是数日音讯全无。马蒂尔德果然上当了，他立即交给于连了一封信，邀请深夜前来他的闺房相会。接到信的于连心中却有些忐忑不安，他开始怀疑这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是否又在玩弄他。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，他决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。而马蒂尔德敏锐地察觉到了对方的紧张和不安，尽管于连表面上倔强不肯承认，但这一次他确实赢得了女孩的芳心。他躺在床上，满怀期待地等待马蒂尔德的到来。然而当他真的出现在面前时，却又突然变得冷漠无情。你出去啊！我不会成为你的人，永远不会！出去！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于连感到措手不及。马蒂尔德也看出了对方的心思，但他并非追求最后的结果，仿佛对于轻易得到的猎物并不感兴趣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对您不感兴趣。在您这种暴发户的脑子里，只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不要说了，我看到了您胜利的神色。住嘴！您把我看成了您的附属。住嘴！你是我的第一个，但绝不是最后一个。不要说了！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还是一个私生子？住嘴！于连心中的悲愤如潮水般翻涌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，在这场情感拉锯战中，自己败给了马蒂尔德。他举起手中的剑，却最终只是无力地打碎了一只花瓶，以此来宣泄心中的愤怒。然而，当夜幕降临时，马蒂尔德又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玩得过火，而害怕因此真的失去了于连。于是，他决定去找于连，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过错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于连就躲在门后，默默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当马蒂尔德以为于连已经离开，不再理他时，男孩却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一刻，马蒂尔德真的被于连的坚定和执着所打动了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逃避这段感情。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，马蒂尔德剪下了一撮头发，象征着他将永远顺从于连。可当来到第二天，他却将割掉的头发藏了起来，态度再次变得冷漠。同时，攻守之势再次逆转。于连对这个姑娘的反复无常感到失望和无奈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于连从侯爵嘴里听说，他女儿竟然和一位贵族少爷已经定下了婚期，这也预示着留给于连的时间有限了。当一个贵族朋友听说后，他给于连了2个建议：一是继续保持冷静，不轻易表露情感；二是通过引起马蒂尔德的危机感来征服他。于连采纳了这些建议，开始了他新一番追求计划。他故意在马蒂尔德面前频繁给外面寄信，制造出外面有女人的假象，同时对待寡居的元帅夫人也表现得十分热情。马蒂尔德感到了威胁，为了挽回于连，他甚至答应了父亲的婚事。然而，在这场心理战中，最终绷不住的还是马蒂尔德。他愤怒地质问于连是否在惩罚他，但于连继续对此置之不理，继续按他的计划行事。当女孩在歌剧院看到于连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，马蒂尔德的焦虑达到了顶点，他担心真的会失去于连。最终，他冲出了剧院。于连眼见时机成熟，也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。在马蒂尔德的主动拥抱和亲吻中，于连胜利了。他知道对方一直在喜欢着他，只是青春期的叛逆让女孩之前不愿承认。这次他不仅赢得了马蒂尔德的身体，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这个贵族少女的心。不久以后，马蒂尔德发现自己怀有了身孕，为了保护于连免受父亲的惩罚，他主动写信给父亲，承认是自己引诱了于连。为了维护家族名誉，他们决定一起离开。得知此事的侯爵愤怒不已，认为于连不配做他的女婿。马蒂尔德坚定地告诉父亲，如果于连死了，他会为其披麻戴孝，并公开宣布于连是他的丈夫。两人的爱情会超越一切，坚信于连将来会飞黄腾达的。然而，侯爵并不愿意听女儿的解释，他叫人找到于连，并给予一笔资金，要求他马上离开马蒂尔德。于连拒绝接受这种安排，他追上侯爵的马车，表达了自己对马蒂尔德的深情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。可不管他怎样说，侯爵也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有件事我想知道，您是不是无论在哪里都有意想不到的爱情？什么意想不到？您知道我有10万哀居的进项，还知道我爱女儿胜过一切。我很难相信是马蒂尔的主动接近您，承认吧？您为什么不走？你有义务这样做。先生，我当时请求过您尽早派我去伦敦，您不记得了？在您的感情里，从未有过庸俗的，比如像金钱这类东西吗？我对钱不感兴趣。
侯爵感到眼前的青年难以捉摸，甚至认为他想跻身上流社会，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野心。与此同时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马蒂尔德悄悄和于连在教堂私定了终身。侯爵最终做出了妥协，给予于连田产和身份，决定在下个月为女儿举行盛大的婚礼。于连也顺利成为了骑兵中尉，他满怀憧憬，梦想着在30岁前成为像拿破仑一样的将军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侯爵家中。信的内容来自市长夫人，夫人在信中明确告诉马蒂尔德，于连是一个自私贪婪的人，他通过利用各种女人上位，毫无宗教规则和信仰。这封信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让于连即将到达顶峰的梦想瞬间破灭。他感到愤怒和不甘，连夜返回家乡。来到教堂里，他看见市长夫人正在专心听课，愤怒冲昏了头脑的于连不由分说地对市长夫人开了2枪。倒！然而，市长夫人的眼中并没有愤怒和恐惧，反而流露出一种宿命的神情。很快，于连被捉拿归案，他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而市长夫人并没有因此丧命，只是肩部受了伤。当于连得知这一消息时，他转悲为喜。他并不是因为逃脱了死刑而开心，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市长夫人确实是他曾经爱过的人。他为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后悔不已。同时，路易斯也深感懊悔，他不曾想那封信给于连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，于是向法官祈求能够饶过于连，免于他的死刑。他解释说，那封信是别人要求他写的，而于连之所以向他开枪，是因为对方精神忧郁疾病发作。与此同时，马蒂尔德也在努力拯救于连，他不惜花费重金在法院里四处打点关系，希望能让于连脱离死罪。马蒂尔德告诉于连，只要他在法庭上配合申诉，他就有可能重获自由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法国再次爆发了大革命。于连意识到自己不能通过走后门来脱罪，那么他要成为像拿破仑一样的英雄。巴黎的神父和官员们断然不会放过于连，他们眼里这个出身木匠的年轻人有着很高的觉悟，如果不把他处死，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想要造反。审判的日子终于来临，于连毫不犹豫地走向法庭，他面无惧色，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愤怒和不满。他瞪视着那群审判他的人，大声怒斥道：“你们这群审判我的人当中，没有工人、农民，也没有靠手艺吃饭的人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能受到不同阶级的审判，这是何等的不公与荒谬！”他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，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伤害了一个我最爱的女人，一个纯洁的女人，我承认我的罪行，但在我走向死亡之前，我要让这个世界看到社会的不公和腐败。”我在法庭上还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想让我为另一种罪受到惩罚，一种他们认为更加严重的罪行。我还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想通过这种罪行来压制年轻一代，出身于底层的年轻一代。他们敢于要求受教育的权利，他们想在你们这些富人中间获得一席之地，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。这就是你们认为的一桩罪行。看看吧，你们的恐惧写在脸上，你们害怕自己的特权和财产再一次被剥夺。你们害怕了，害怕。对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对，因为革命的脚步已经不远了，它已经快来到了。你们不愿意听到，你们不愿意听到。于连的言辞激烈而充满力量，他的话语如同一把锐利的剑，直指社会的痛处。马蒂尔德心急如焚，他不愿看到自己深爱的人就这样走向死亡。他哀求父亲动用一切力量寻找国王的大赦，希望能挽救于连的生命。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时降临，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巴黎，国王退位，整个社会陷入了动荡与混乱。在这场风暴中，于连被当作革命者的代表，成为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品。尽管马蒂尔德和他的父亲竭尽全力，却也无法改变于连即将被处决的命运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于连与夫人进行了一次深情的道别。或许在这个瞬间，于连才真正意识到，夫人才是他心中最深爱的人。紧接着，于连坚定地走向断头台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梦想的执着与不甘，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，他却毫不畏惧，眼神中闪烁着一片纯真，仿佛在告诉世界，即使生命即将终结，他的灵魂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纯净与真挚。至此，于连的生命定格在了22岁。这部《红与黑》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汤达的代表作，而里面的重要人物于连一生都在为名利拼搏。其实财富对他不重要，因为只有名利、声誉才能使他像一个平常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。他从不愿被施舍，无论是金钱上还是心灵上。但当他投入到雷纳尔夫人的怀抱里，他却像一个孩童般眷恋着母亲的温存一样天真而纯洁。这个时刻，他
他才是一个最真的人。可惜他生于一个最不应该出生的年代，一个强烈的腐蚀着他顽强心灵的年代。他的野心不是天生的，但他却不得不遵循着物欲横流社会之下的种种虚伪而违心的生活着，这是一种时代的惯性，亦是一代人的悲哀。于连为了名誉而利用了爱情，但在他心灵深处其实是有爱情的存在的。如果说市长妻子路易斯打开了他的爱情之窗，让他感受到了爱情的幸福，那么侯爵女儿玛蒂尔德便是上天派来的使者，让他在失落时同时拥有爱情和名誉。在这之前，他以为他真的深爱着，但直至他为了复仇而开枪杀夫人时，他才知道他一直是爱着路易斯的。有人也许会说这太荒唐了，如果他是深爱着自己的女人，是不会让他受任何伤害的。但回过头来想想，他为什么看到路易斯的信后会想要疯狂地枪杀他，其实是因为他受不了别人对自己的侮辱。为什么受不了别人的侮辱？因为这个人正是他所深爱的女人。一个男人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甚至被赋予严重的诽谤，若得不到情人的理解，却承受着情人的辱骂，这是何等的痛苦，何等的万箭穿心。一个男人同时失去最重要的爱情与名利，等同于被人活生生地夺去了他的性命。其实玛蒂尔德才是可怜的单纯女孩，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，为了心爱之人可以抛弃一切，可没想到一切都并非她的想象。如何承受这愚蠢的自我讽刺？她原以为自己拥有了，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被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。直至最后，她发现自己只是这场情感中的局外人，她也甘心被对方愚弄。也许于连被送上断头台是最好的结局，这是他罪有应得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向一份真挚的爱赎罪。好了，红与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，我是阿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玛蒂尔达像他的先祖一样，亲手捧着情人的头颅，把他埋葬了。德雷纳尔夫人忠于自己的誓言，没有以任何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只是在于连死后3天，他也在儿子的怀抱中死去。